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5.5%左右，引发海外媒体高度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中说，5.5%的目标处于市场早前预期的上限，凸显中国官方在中共20大召开前稳定经济的雄心。彭博社关注中国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并援引分析人士话称，为实现目标需要更积极的政策支持，其中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将成为最重要、最可靠的驱动因素。路透社的分析也指，一季度基建投资有望实现高个位数增长，在全年稳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一山指出，正确看待中国经济预期增长目标，应该放在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处于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他认为，将预期增长定在5.5%是一种务实的做法。这种务实的经济预测呢，是一件好事吧？为什么呢？因为它象征着中国的经济呢，是从追求这种量的这个发展啊，而转为质上的这个发展。要强调说，要这个减排啊，要低碳的这种能源的消耗啊等等，并不是一味只是追求着经济的这个高速度成长。胡一山还重点关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稳外贸方面的内容。他形容中国2021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实现21.4%的增长，令人鼓舞。胡一山表示，东南亚各国与中国都有着非常紧密的经贸往来。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13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也已经连续2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自今年1月1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生效实施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未来，他也将继续观察中国与东盟如何继续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202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政府工作报告在介绍过去1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时，就提到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在地区事务上，中国和东盟国家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并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胡一山认为，南海行为准则将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稳定进一步发挥作用，因此他也希望有关谈判可以在今年取得更大进展。赶快的把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把它谈好，把它比如说谈出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规范啊等等，那么这样呢，就使到比如说这些所谓的南海的域内国家对于整体南海的话语权的这个提升呢，是我看是有很大帮助的。胡一山在专访中也谈及，当今国际社会可以说是多事之秋，特别是在美国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大背景下。而对不愿在中美间选边的东南亚国家而言，胡一山坦言，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看来是时好时坏，那么当坏的时候，可能就我们变成一个夹心了，是不是？那么可是你看，我们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啊，我不敢说我们严守中立，但是我们是尽量的，就是说从我们能够扮演的，不管是外交方面的层次，或者是经贸方面的层次呢，努力，比如说撮合中国和美国。坦白说，我们都是中小型的这个国家，因为大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期望能够尽快的把国家的这些经济啊、社会发展呢，能够搞好嘛。